现在是我们第2天在尼泊尔，然后我们来到一个叫做创古寺庙，就在山顶一望无际的山，哇，真是蛮高，我有点恐高，就不看下面。然后今天我们是来这里挂古色的彩旗，然后要把祝福人的名字写在旗上面，然后就做祈福。大家应该是可以听到后面有一些 background noise， 就是有很多喇嘛在打鼓的。就先进去看看，走吧。所以的话，你这次有什么感想吗？哇，这次来的时候就比较感动。那是眼泪吗？眼泪啦。我刚才上去了，听他们打鼓的时候，哇！那个能量太强了，我整个人热身，就是这个身体发热哦，然后咚咚咚咚，然后我心就开始啵，越跳得快，那个大殿越来越热，然后我一直流汗，而且我有一个状态就是要进入那个 trance， 就是要进入一个入定的这个。那个大殿呢是很加持力很大，因为很多祖师大德在那边修法，天天在修法。你说那个力量有多大？就是有起到效用。有。就好像进入一个入禅入定的状态。我们来到这个舍身卫府的地方，就是过去佛陀呢，做一位王子的时候，行菩萨道，看到一只老虎，母老虎啦，然后它很饿，然后同时母老虎呢，它生了4只幼崽小虎崽，然后呢，佛陀看到它很饿，然后就把生命就布施给这位老虎，然后这位老虎呢就吃了饱炖好的，也喂了那个4只小老虎，然后那个老虎就把佛陀的骨头咬了，就拿到去山下去埋，然后大家就可以来那边礼拜。到这里挂风马旗，风马旗是什么？风马旗的意思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舌头有一种说法，这个旗子就是在念经，就是如果我们在这旗子有写 Om Mani Padme Hum 有写经文，它那个风一飘就是等于在念经。如果你写 Om Mani Padme Hum 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在说法的意思。这样为什么我要放那个我要祝福的人的名字上去？因为我们为什么写名字呢？就是说每一张旗你有写到这个经文，就代表一个祝福；你有写名字，你想祝福的人会得到经文的加持，诸佛菩萨的加持。哪怕那个旗子它烂了它吹到烂了都剩下锯一条线都有加持力的。这么夸张？是，就有加持力。如果上次刚才我们有做风马旗上次已经加持了嘛，然后给予大家祝福，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这边就可以挂。我们拜托人家下面帮我们挂那个风马旗，因为像我们这在山顶，然后就他们那些工作人员就会绕。工作人员是拿着梯拿我们挂上去的。对，他帮，然后他就绕着下，跑住下，很高是，他们帮我挂咯，给点钱咯。对，我们在山上，一般上如果是在藏地也好，在尼泊尔也好，在他们山上呢，一定会挂风马旗的，可以体验那个风飘到哪里，经过那个经文。这个旗子那个加持力那个力量就飘到去那个地方，比如说那个地方有灾难有一些人祸或者是一些鬼神干扰家里面挂风马旗，在山头挂风马旗是很吉祥的。站在我的玄学角度来分析的话，我第1天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尼泊尔的国家，就我还没有来到山上的时候，它的地气就很不一样。为什么？它的地有一种能量是特别强的，可是它那种能量很强，是那种很 calm and peaceful。就是我感觉上我来到山上这里，那个感觉更加强烈，就是有很多这个地气就是你土脚踏在这个山，就算不是土脚，像我们今天走来的话，我感觉是帮我清空了一些烦恼，轻松对，然后就是一些什么一些 temperamental
center 的东西啊，就是一些烦恼的净化都在净化了。就只要你来到的这个地方，这个土地就有这个能量的作用。我很喜欢来尼泊尔，是因为我每次来这边哦，就会好像充电了，来一边炸电。可是要来这里，我们也遇到很多，我来之前遇到很多 obstacle， 就是很多阻挠。你有吗？阻挠，反正我没有嘞，反而我还不断的祈愿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阻挠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来到圣地哦，一定有阻挠了。所以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以为是我信不过。我比较逆向思维啦，比较用往好的方面去想啊。也有阻挠的地方，也是我们来到圣地，也代表着说你有这个虔诚心，想要去突破它嘛，想要去朝圣啊，这样子。我是这样子的啦，因为你肯定是如果来到一个圣地，你有阻碍，你有障碍，那可能是你要去突破它的嘛。我就心想，我身为一个基督徒，这样干嘛这样累，干嘛这样辛苦，这么 stress， 这么压力这么大要来这里，所以我有不停的想要就是不来参加这一个团，可是过后就是好像某种力量在不同的推动，就是出现了左右要去不要去，就 yes no 这样子一直每天在打架，就是那一个星期过后，因为责任心，然后不能让大家失望，对，不能 last minute 就是 drop out 这样子，我就硬着头皮来，可是我一来到哦，很奇怪，我原本心情还不好，可是一下到我又感受到那个第一期的那1分钟，我就好像没有烦恼了，真的是轻松了。这个尼泊尔我会建议大家来参考。或者是旅游都很好，就算没有朝拜，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活动，你们都可以被净化。起码你来这边放松咯，本来生活压力或者是工作压力都很大了，来这边哇，你祈祷，然后就可以绕塔，又可以来到山上挂风马旗，哇，那种心情很喜悦，很喜悦。What we done today, we have to dedicate to the all sentient being. So now I will start. 我们要回向。大神的那子不就忙他给我神界帮忙去包了。得着见那能得小东说，得给那个么能打包的，这个三界都就这个啥他们这的。这些来讲家为吃两包，干嘛把人的病人包呢？说到公家这这你们这大包人白白为大师说。愿消三障，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愿以此功德回向十方界父母以师长，六亲共眷属，法界诸有情，办难三途悲，仰仗佛神力，消灾增福慧，幻世诸天主，四方大天尊，地起十火神，诸障悉消除，热闹化清凉，共振无上道，法海共逍遥，同生极乐国。第二他病人只要波达那耶娑，第二他病人只要奥波达那耶娑。好，谢谢大家无量功德，然后我们来一起共生，好不好？来，对，Good health。Namaste。好，OK， 我们现在在哪里？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佛陀过去舍身喂虎的骨头啊，那个老虎把那骨头咬了，就放在这边，然后他埋了，然后应该是有7个塔，就在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具有加持力。刚才师傅也建议我们要多绕3圈，是其中一个塔。等下我们会去到猴庙，又绕3圈，然后去到满愿塔，又绕3圈。一天里面在尼泊尔绕这个3个塔，此生不堕入三途。三途是什么？三途是不堕入恶鬼、畜生跟地狱道，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加持。所以是这个3的数字一定要不一定要3，一般上尼泊尔的
传统的数字就是113。哦，110啊，看你的发心，看你的虔诚心啦。你要绕3圈你可以，或者是你要绕7、8圈也可以，随你的意愿。哦，所以这边加持力很大，所以要把握机会。像我这种新的就要把握机会。我只会结缘消嘛，除业障啊消除我业障业障罪孽深重师兄。也是结缘，跟佛结缘啊，和佛结缘，和这边当地在一个圣地结缘，结善缘嘛，和团圆结善缘嘛。就是我的口业不好啦，就是经常骂人啊，然后脾气不好啊，多讲好话啦，就消除了嘛。所以我要来这里走不止3圈，就是可能要77、49。对，接近49年。妈妈 Namaste 好 OK， 我们来到我们第2个景点，这里呢也是蛮多人的，然后还有很多猴子在这个地方，有什么来历吗？这里这个塔也是历史蛮悠久了的为。什么也是有眼睛的？我觉得很奇怪它叫。波罗眼嘛，在尼泊尔啦，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类似这样子的塔，有眼睛的。哦，当然也有在满尼塔也有，刚才我们经过地方也有那像那样子的有眼睛的波罗眼哦。这猴子是什么来历？好，这间庙叫做猴庙。刚才我们在那个南蛮步道的时候绕了3圈塔嘛，这个是第2圈塔啊。刚才我是讲，如果在尼泊尔满1天里面绕了这个塔3个地方不一样的塔，这个是第2个。我们这边打算计划会绕3圈啊，有上司带我们，然后回到家，这个我们酒店附近那个叫满念塔也是绕3圈，就是今天同时绕完3个塔，此生就不堕入三途苦。所以这个也是蛮出名的一个寺庙，对，寺庙。然后这些猴子都是寺庙里面的，听说是文殊菩萨的孤度啊，狮子所变现出来的。狮子是孤度啦，孤度啊，这个是其中一个景点。底下我们会去下面，你刚才看到那个文殊菩萨吗？然后我们还会再去那个地方。我看很多佛像，不知道是哪一个是文殊菩对，萨。刚才你是那边拍那个哦，有个拿着那边剑的，那个喷水池那边啊，有个拿着剑的。哦，明白。对，好的。底下我们会绕这个佛塔3圈，然后这边也是重整在装修着。去年我来的时候还在装修着，今年还在装修着。然后我们可以来这边，可以绕塔的时候可以弄那个转经轮啊。然后前方就是整个尼泊尔的全景哦。我们就是大门口，然后大门口前面有那个金刚杵。底下我们会绕塔3圈，然后上师会带我们绕塔。这是第2个塔，刚才第2个是那个南蛮步道那边绕了嘛，这是第2个，我们绕3圈。你知道我们要过去那个文殊的地方。Namaste 又来了，来到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就是这个猴庙。猴庙的对面就是文殊菩萨的塔，就是这一尊。刚才我们前方看到文殊菩萨嘛，在上面。其实这个地方是一片汪洋来的。什么是汪洋？海。这个是海，不可能吧？曾经哦，文殊菩萨把他的那个智慧剑劈成一半，所以那个海就流出去了，就变成有现在的城市卡门都的城市。过后文殊菩萨曾经有在这边闭关过、打坐过、修行过，蛮舒服。如果我要求智慧，求智慧，这个是求智慧的是吗？它的剑就是智慧剑嘛，可以断除我们的五欲烦恼。所以它的就是在这一棵树的这一边吧，所以他们把这个塔建起来，是因为他就曾经做过啊，曾经在这边做过啊，修法过啊，就人们就为他造一间塔咯。文殊菩萨其实是就是比较以智慧为主。以智慧为主，他是那种武将嘛。那是不是文殊菩萨就是佛陀的其中菩萨之一，叫华严菩萨，旁边就是普贤菩萨嘛，中间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是主智慧的，开智慧啊，读书聪明啊，都可以求文殊菩萨。因为比如说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是同一个等级，不一样等级。观世音菩萨是主要是以慈悲为主啊，文殊菩萨以智慧，当然每个都有它菩萨的特征啊，它的特性都有。所以这个特征就是保持wisdom， 我们讲的是智慧，就是好的。
而且啊，啊？我觉得每次我来到这边，我觉得是有生命在这边的。你用你的第三眼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我是比较好奇啊，因为每次来到这边，我感觉好像磁场不一样，能量真的不一样。你感受到什么？就是有神明哦，佛菩萨是有，但是神明他可能有一个护法在护着这个塔，跟上一面哦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旁边有谁？我先讲一下我感受。我觉得很久之前文殊菩萨的确是有来过这个地方，我不琢磨，因为这个树和前面和后面那个，它的地的颜色的气体上来的时候是蓝色的，所以就是蓝色这样子的一个颜色。我不懂它是什么颜色，就是那个菩萨是什么颜色？因为好像我记得有药师是蓝色，然后还有其他菩萨有其他颜色。然后我感觉上啊，就是这个文殊菩萨留下的能量还在，可是他本尊就不在了。本尊不在。对，然后他可能有时候会回来这里，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时候会回来。然后就是这一座庙旁边，我们还没有进来的时候，都是有护法。护法哦。可是为什么我看到这种像密宗的护法都很凶相？是。为什么这样子？可能是要降魔，或者是要保护佛教，因为以前在当地的时候很多妖魔鬼怪的嘛，来破坏佛教嘛。可是现在没有了啊。他们是一种表法啦。表法要事先分录像跟几金像的嘛。因为我看到很多都是分录像哦。你看我们进到那个前面的庙，很多金刚手菩萨也是很凶的，拿出那个金刚杵啊。对。降魔。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保护这边呢。可是我相信文殊菩萨真的是有来过这里，就是我能看到他留下的这个能量在。至于蓝色是什么，由你自己去破解吧，因为我只能是这样蓝色看到是什么颜色而已。好，对，谢谢。好的。供养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嗡阿拉巴迦那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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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拉巴迦那提。坛城圣众金风现，父母为首有情众，此生各所生，皆能亲见佛净土，愿以弥陀佛为因。上道善根种地，吾等如此所发愿，祈请加倍速得成。第二他辩证之要不达那耶娑哈，第二辩证之要不达那耶娑哈，第二他辩证之要不达那耶娑哈。当愿众生愿见到此塔，能够开大智慧，消除重大业障。嗡嘛吽，愿见者欢喜。就是文殊菩萨他手上拿着那把剑嘛，那个剑其实是蓝色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智慧之火，然后可以斩断我们的烦恼，所以蓝色以智慧断烦恼。劈出来的能量应该是蓝色的，所以我看到地上有蓝色是正确的，是吗？然后你不是讲他什么？他一个剑哦，劈开什么？本来这边是海来嘛，它劈就是把那海水流出去，就变成有现在的卡门杜咯，加了蛮多，有在这城市出来。我在这里看到蓝色的能量，也许是对的，真的。因为那个剑是蓝色，对吗？而且是斩断烦恼，智慧之剑斩断我们的无明烦恼。这样蓝色的剑劈出来应该是蓝色的能量，我想。我们烦恼应该是蓝色的吧？没有，那个是他的能量，不是我们的烦恼。是在这一个地域罢了，就是这个范围罢了。对，好奇怪，所以他真的是有来过哎。有啊，有来过啊。原来我不是幻觉 ，OK， 我不是幻觉 ，OK， 好，